之所以选择 Cross 呢，是因为我那台途尚 D-X2真的是不行了想要知道因果关系的观众们呢，可以去看之前我们的影片，有把这个事情有做一个记录那总之那时候我就是把车就是迁回现代原厂嘛。原厂技师跟我讲说，你这个大概花下来的话，大概10几万。我想说，10几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其实我的车子多半都是在外厂我有认识一个10多年的江老板都是在帮我处理车子的事情那时候我就车子再迁回外厂嘛，给江老板看一下江老板也是很快他看一下电脑面板，稍微再看一下就知道状况在哪里。也是跟我讲说，你这个真的是没救了。我说，假如说我硬要救呢？他说你硬要救的话，大概要准备10几20万吧。一样也是建议我要去换一台新车那时候我想说真的是没办法了，可能真的是车老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其实我那台途尚真的是很耐操啦，然后又省油又好开因为也比较大台那视野比较辽阔一些，我真的是很爱它但没办法车老了。那这时候呢，我就问江老板，假如你要推荐一个品牌给我因为我要换新车了，那你会推荐什么品牌呢？江老板二话不说的连想都不想 Toyota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位摄影师肉包他本身也是爱车，而且非常非常会开车的一个人我就问他嘛就说假如说要换车的话，公司要换车的话，换哪一台？他也是说 Toyota 于是乎呢Toyota 就变成我第2个选项我心中第1个选项呢，其实是现代途尚 L 那时候途尚 L 它的这个外形我非常喜欢因为它的外形的话，就是会感觉驾驭这台车的男人就是又帅又酷又专业，然后又有品味。我就很喜欢而且那时候途尚 L 我一坐上去的时候，可能我那台途尚 D-X2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所以那个已经习惯上个世纪的思维了所以那时候我坐到途尚 L 的时候整个那个高级感就起来了，就是觉得这就是我的车，这就是我要的车刚好其实途尚 L 它的那个车价其实是在我的预算之内的差一点要碰到天花板然后整个就是非常的豪华所以那时候途尚 L 的话也是在我的考虑名单之中。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买车的情况应该会跟我一样，内心有一个最希望的车款，但是还是想说，第2个选项也是来比较一下于是乎呢，我也跑去 Toyota 再去看他们的车款。那其实呢，我那时候 Toyota我内心的车款级距和那个途尚 L 的那个级距差非常多因为其实我那时候选择的是冲 S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小时候这个学生时期半工半读那时候呢有当物流，在中部地区的话有一个中大盘的手机商我就是开着手排的德利卡去送货，然后他开了2年，所以我对货车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情怀在的那时候我看到展间有通 S， 我整个大爱就觉得好喜欢回到那个就是开货车的那种感觉然后通 S 它的那个后座呢，因为它毕竟是个货车嘛，所以它后座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这个业种呢，有时候有一些摄影器材啦、灯具很多夯不啷当一些器材设备会上车所以那个通 S 对我来讲的话，那个空间绝对是够的，绝对是够的。然后它的内装的话，我觉得还蛮复古、蛮可爱的所以其实它的内装还有外观，我都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想，假如说我要把它做成是双色的话大概花个2万块去改一下颜色大概要配什么颜色，我都已经开始在想这些事情了，有没有？但是呢我这个强烈的建议大家假如说大家看完车了之后呢，一定要和业务约个时间，好好的试乘一下，去感受一下这台车给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和
Toyota 的我的业务顾问吕明翰吕先生就是有约一下时间就来试乘一下这台 Toyota 不试乘还好，一试乘我完全的改观了因为那时候我坐在后座嘛，因为大部分的状况之下我们要去工作的情况我通常是坐在后面被载的那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坐在后座的时候，那个试乘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大概15分钟左右吧。坐在后面就整个像货物一样，这样非常的颠簸，有没有？那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通常最长的这个要持续开车的时间，大概都是8个小时以上，所以我很难想象我8个小时都像货物一样这样子被摇晃着所以。汤 S 是我真的是很喜欢但是真的就必须要舍弃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之所以选择汤 S 就是说，我现在进来的这台车算是公司车，然后另外一个它必须要出的任务就是变成我的代驾所以可能我有时候这个在市区内稍微的移动一下，顶多跨市区所以它基本上里程数不会吃很多但是试乘了之后，我觉得不行，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在选车的时候嘛，一定也会带着我们的合伙人一起来看车子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说我的合伙人 Eric 他就说不然的话就是他挑那台 Yaris 嘛，反正都已经来到展间了，就试乘一下，试坐一下，感受一下嘛。我这人的个性是这样，我是一出手我就一定要拿到的，所以 Yaris 不在我的范围之内，它不是我的目标但是想说好啦，合伙人说的也是对然后我就在那个 Yaris 的后面稍微坐了一下呢，我觉得那个感觉和途尚差太多了，因为途尚它后座的话其实是还蛮宽敞的那 Yaris 它会比较紧凑一些，所以那时候我就没办法。Yaris 一方面它的外形我不是那么喜欢，二方面它的后座空间对我来讲太小了所以那时候 Yaris 也是被我划掉了。然后看到后来就看到 CC 2代那时候 Carrera Cross 呢，吸引我的点是它的水箱罩，它的渐变式蜂窝的造型，我觉得很酷很像我们常常在路上会看到的电车，所以那时候它的外形是我已经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我非常的喜欢然后后来呢，我就进去再坐在后座嘛，再试坐一下，它的那个空间呢，还比 Yaris 大许多所以我就觉得不错，它的价位的话，我觉得也相对来讲合理很多所以 Carrera Cross 那时候就已经是入选了。然后一样嘛，也是约一个试驾的时间。那时候明翰调的车是油电款所以油电款呢，它有配备的仪表板是12.4寸的数位仪表板，真的是很美很漂亮，这不得不讲。然后它内装各个层面都是我很喜欢的，就觉得这个现在的开车真的是舒适太多了然后很多人都说 Toyota 的车不够安静，但是我只能说大家没有开过途尚 DX2 所以我觉得Toyota 它的那个肃静的那个程度，我能接受了，可以了还有它那个就是起步到熄火间的那个顺畅我觉得还可以，还蛮舒服的，那另外一段呢，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那 Toyota 著名的就是它的冷气特别的强。再者呢，我可以用 Apple CarPlay 去和这个车子来做一个连接方便很多所以那时候一试做了之后呢，途尚 L 就已经被我忘掉了。那时候我之所以会选择现在的这个颜色是因为现在 CC 小改款呢，现在黑色、白色都已经没货了。像我们路上看到很多白色的 CC 2代你硬要白色的话，可能要等个1个月以上黑色也是一样的状况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没有车的话，就像蜗牛没有壳一样，老虎没有牙齿一样我不能没有车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还好有云和灰可以做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灰色
介于黑色和这个灰色之间哦，就是稳重中又有一些科技感，这是我能接受的啊。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原本是打算要买红色啦，但是那个明翰跟我讲说不行啊，美岛不行。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他说没有啦，因为你假如说要脱手的话，红色不好卖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小知识哦。红色目前CC2的话哦，可能比较不好脱手。假如说你要卖的话，但我没有要这么快卖掉它。哦，所以这是我之所以选择银河这个云和灰的原因哦。那我这一台呢有在加购哦，额外加购的这个是BSM 盲点侦测警示系统。哦，因为我那台旧途上的话哈，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右后侧车窗这大面的车窗其实有很大的盲点哦。我常常应该是说我有几次发生状况，真的就是九死一生，我就这个方向盘就回正哦，救了回来。途上旧的那一款啦，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也不想的就加点了 BSM 盲点侦测警示系统，也很感谢哦，Toyota 大雅所的副所长林玉婷哦，他有送我 GPS 前后双镜 DVR， 这就是前后的行车记录器，而且这行车记录器已经进化到它可以和你的手机 App 来做连线哦，很方便，很方便。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哦，我开那台旧途上真的是古代人一个，新的科技都没有这个接触到。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啊，买了下来哈，会觉得有一些小可惜的是哈。其实我会建议大家，那个扩充实境导航是可以买起来，因为我都是用那个 Google Map 嘛。那大家都知道 Google Map 它是平面的。通常你假如说要上下高速公路那个匝道的时候，因为它平面的关系，常常会发生问题，走错路哦。结果一走错路呢，你下一个要下去的交流道大概半小时以上，所以很浪费时间。但是假如说你加装了扩充实境导航的话，哦，我相信这个问题会避免掉，因为整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哪里上哪里下，它都帮你画好了，你只要照着走就没有问题哦。这是很好的这个影音套件的一个配备。那另外呢，我其实有很多业者他们都有加装环景系统啦。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开车的概念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开车的话是人开车，而不是车子开你，也不是电脑开车哦。所以我开车的时候几乎都是全神贯注哦，这个完全非常敏锐的状况在开车。所以对我来讲的话，360的这个环景辅助系统其实对我来讲它的作用并不大但是我相信也有些车主也会想要加购假如说可以加购的话，就可以加购起来。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选择是汽油的豪华版呢？其实我也是可以买到油电版但是我有很多的业者老板女老板或男老板他们都开电车那绝大部分都是特斯拉嘛。那其实和他们这边瞎聊的这种状况之下我必须要讲，其实我对于目前电车的这个科技我是有画一个问号在的Corolla Cross 的油电版目前在台湾的话，很多 YouTuber 都在介绍我也知道很好用，也默默的要被洗脑，会想要买油电版，但是我的理智又把我拉了回来所以就选择是汽油的豪华版但是不知道，也许科技再进步个5年10年，电车的系统又在大跃进的话，我不排除再买一台电车所以这就是我之所以选择汽油豪华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然后我们紧接着呢，我就来实际的这个驾驶，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 Corolla Cross 它的驾驶的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跟着我们一起往后看
这一代版本的 Corolla Cross 呢，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Auto Hold 功能啊。比方说，我现在在行进间，我已经按了 Auto Hold 了，稍微的轻轻踩一下刹车，然后呢，仪表板上面的 Hold 的那个灯呢亮起来是橘色的时候，我的右脚就可以大大的解放，很舒服哦。因为对于驾驶以及车主来讲哦，能够在停止的时候，你的脚能够好好休息个5秒、30秒都是休息啊。特别是长途驾驶长途驾驶的状况，那个是车主的一个福音。虽然听说这个版本不是最新的什么所谓的黑科技啦，大概10多年前就有了，但我觉得在这个版本的 Corolla Cross 能够放入 Auto Hold 是对车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另外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电子手刹车，因为我那一台途尚呢，旧的途尚呢，它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所以它那个刹车呢还是手刹车，要很用力给它拉起来但是在这次的 Corolla Cross 呢，它只要轻轻一抠就可以做动了，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它的后车厢的置物空间对我来讲已经算是还蛮够用的，所以这个也还不错。那当然它的 Level 2的话，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个大家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像我只敢用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就是一样也是开2个啦，对。然后另外我必须要讲，毕竟辅助驾驶的话，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它不是制动驾驶，所以在开车的时候车主们还是一样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不能完全仰赖辅助驾驶。再来就是 Corolla Cross 我认为是缺点的部分首先是它的方向盘，我觉得它方向盘对我来讲，对男生来讲太少了也许对女生来讲是刚刚好，但对我来讲太少了，所以当天交车的时候，当天晚上我就去车力屋买一个那个方向盘的皮套，把它再包得更大卷一些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Toyota还蛮妙的，因为方向盘对于驾驶来讲应该是最常摸到的部分但是呢，它的这个驾驶盘这个方向盘反而做的就是有一些割裂感做的没有那么一体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有时候在开的时候会有点来会割手这是比较可惜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椅垫，我觉得它椅垫的话，对于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在弯曲处它其实那个椅子可以再做长一点那可能会比较舒服加长一些可能会比较舒服。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再来就是 Toyota 的一个通病它的那个马力并不是很强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开很快了，但是其实从外面来看的话，你的车并没有开很快听说这是 Toyota 的通病啦但是整体而言呢，我还蛮喜欢这一个版本的 Corolla Cross， 当然也很期待它最新的版本到来。I show that I live right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out of my sight.